这节课运用镜像、复制、文字、移动，把现有图形进行快速的复制，并且为图形添加文字，继续完善这张立面衣柜图。首先，镜像的用法需要镜像这扇门，点击修改面板中的镜像，或者是输入它的快捷键 MI 空格。从左到右全部的框选这扇门，点击空格，点击需要镜像的镜像第一点端点、第二点端点，摁空格，这样就将这扇门完完本本的镜像过来了。我们再来看一种，如果我只想把这个物体镜像过来，不想保留原物体，应该怎么办 ？MI 空格。全部框选这扇门，点击空格，点击镜像端点第一点、第二点。下面有提示，要删除原对象吗？我们可以输入 Y 空格，这样就既把原物体镜像过来，又将原物体删除掉了。当然了，我们这张图是要保留原本的门的，所以还是需要正常的镜像，我们不需要摁 Y 了。接下来，复制的用法，将这两扇门复制到右边的位置，同样从左到右将两扇门完全的框选上，点击复制的快捷键 CO 空格，或者是在修改面板中找到复制的图标 CO 空格。跟镜像同样的用法，我们将找到基准的端点，给它复制到需要的基准端点位置，摁 ESC 取消。接下来，文字的用法，如何调整文字样式，以便输入每张图纸的名称？点击格式、文字样式。我们也可以输入文字样式的快捷键 ST 空格进行编辑，在样式中点击这个文字样式，点击新建，点击确定。在字体的部分，我们选择仿宋。注意，在选择字体的时候，同学们容易选择到 仿宋。我们看一下选择到仿宋是什么样的效果。先给它置为当前，是，然后关闭掉，输入一个 T 文字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选择仿宋的时候，我们打印出来的字体是竖向的。那接下来，我们还是回到文字设置的状态下 ，ST 空格，字体的位置选择回宋体，高度输入200。点击置为当前，在绘图栏中点击文字按钮，或者输入快捷键文字 T 空格，点击桌面向右拽，出现了输入文字的对话框，输入衣柜，输入法切换成中文，点击确定。这样衣柜就出现了。此时如果想要调整衣柜字体的大小，我们可以双击衣柜，然后框选上，在调整高度的位置进行调整，点击确定。移动的用法，现在给文字移动个位置，可以点击修改栏中的移动，也可以
输入它的快捷键 M 空格，点击要移动的物体，比如说这个文字，输入法切换回英文，点击空格，选中衣柜，点击 M 空格，移动，移动到图案的下方。接下来练习部分，请同学们运用镜像、复制、文字、移动功能，完善这个立面衣柜。随着本节课程的结束，我们绘制出了第一幅凹凸 CD 立面图案。通过绘制这张立面衣柜图，逐步学会了直线、多段线、构造线、删除、偏移、定距等分、导圆角、圆弧、尺寸标注、镜像、复制、文字、移动这些功能。